耻了！光华，你来干什么？他把文件落在车上了，我来给他送文件。秋雨，真是一丘之貉，再无耻的话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都那么坦然啊！其实我在公司的职位比你高，是因为我脚踏实地做好的。至于光华，那是他死皮赖脸的非要缠着我，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你要是真有本事，就管好你丈夫；你要真没本事，那至少也得管好你的嘴啊！哎哎，没完没了了是吗？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你，是你一哭二闹三上吊，非得把我妈搬出来，我没办法了才娶的你。我再告诉你一次，别以为有了一结婚证你就能管得了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怨什么，但这就是这个家这些年来的常态，你别往心里去。不是，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他怎么能？是，虽然我也不太赞同奶奶的做法，但是从瑞华创始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可以理解奶奶的苦衷。瑞华是爷爷奶奶一手创立的，所以从有些角度上来说，可能比自己生的孩子还重要。穆子云在公司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奶奶对他有点偏心，也是情有可原嘛。奶奶只是想找一个理念跟她高度一样的接班人。你能明白就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奶奶一直让我跟着穆子云学习的原因。再加上前些年的一些事情，奶奶还对你有点偏见，所以我们想变革瑞华，给老公司注入新鲜血液，没这么简单，咱们还得努力。好了，别跟奶奶去，她让你喊阿姨你就喊，要不然的话，不就等于把奶奶推向穆子云那边吗？我要去澳门出差，跟我说。没钱。跟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装腔作势这套，在我妈那儿有用，跟我这儿没有。你这是去出差吗？你不就去澳门花天酒地呀，也不嫌丢人。丢人？丢什么人？我花自个儿家的钱去办我该办的事，我丢谁的人了？我现在从你这儿拿这么点钱就开始心疼了是吧？啊？你别太过分了，余光华。过分？会比你诬陷我儿子扔了公司买的全部红宝石更过分？我妈一怒之下让阿直去国外读寄宿学校去了，你没了眼中钉，你倒是高兴了。我儿子不认我这个爹，行，我就当娶你这个老婆是招了个秘书。我当初这么做，只是想吓唬他一下，给他一个教训，好让他不要一直跟我作对。哎，倒是你这个当爹的，为了还债，偷着瞒着把红宝石给卖了，害得公司当年资金差点断裂，还得把股票卖了给周一贤，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现在你要跟于志去告发，好啊，
你就把整个故事全告诉你妈，看你妈能不能原谅你。咱们两个人现在是一根绳似的蚂蚱，有黑锅也得一起背，用不着分那么清楚。瞪什么眼呢？瞪出皱纹来，可就不漂亮了。哎，你干嘛呀？哎，你不给我，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呗。这就对了。记住，你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瑞华的，你呢又生不出个一男半女来，这些钱早晚都是我儿子的。我劝你一句，心态要摆好一点。喂，是我。东街的那个店铺不用续租了，直接关店，把钱给我收回来。吴总，可是店铺上个月业绩达标了。再说于直回来了，那可是他妈妈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要是真的关了，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他的呀？就这么定了。停！李炳生，你干什么？于直啊，嗨，我们这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关闭运营不利的店铺。公司要求，我看是穆子云的要求吧。妈，今天咱俩一块儿去公司啊。于直，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子云啊，啊？听说你把我们那家东街老铺给关了？哦，我还想今天找机会跟于直解释一下呢。我知道东街老铺是你妈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但是这几年的业绩一直不好，留下来的那些老员工，仗着他们是于直妈妈之前的同事，工作上面越来越不上心，倚老卖老，还不服管理。我也是想尽了办法，想给于直女留个念想，所以关店的事情一直拖着。但是其他那些业绩不好也被关了店的店长，他们一直来找我，一直在找我闹。原来这件事情让你这么为难啊！于直，你也长大了，想问题应该理智一些。不管这个店铺现在我关不关，你都要想到，其实我是一直照顾你情绪的。我知道，现在我跟你解释这些，终究你还是会误会我的。但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想一想，有谁不希望能做一个人人都夸的好后妈呢？但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想，这个骂名，我就担了。但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想，这个骂名，我就担了。阿姨，我都是20几岁的人了，怎么说的我是小孩子似的？你能理解最好。既然业绩不好就被关店了，我能理解。毕竟拳头伸回来才能打得更远嘛，这么点的商业道理我还是懂的。毕竟我也是奶奶的孙子。阿直啊，
你能这么想，很好。阿姨啊，啊，一直以来您辛苦了。今天就让我送奶奶去公司吧。子云啊，你先走吧，让阿直送我过去。太好了，好啊好啊，那我正好有事儿，我先走了啊。阿直啊，不管你叫阿姨这一声是真心的还是怎么样，你懂这个道理，奶奶就放心一半了。奶奶，你不是说过吗？我们是一家人，就要和和睦睦的呀。我也说过了，这回回来想要好好干一番事业，所以啊，我准备跟在你还有阿姨后面，好好学习学习。你下定决心想见日华了？对，所以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吧。谈谈看，你对现在的瑞华怎么看？瑞华的素金组在莫阿姨的带领下一直在行业的前端，所以在这方面的经验，我跟她肯定是比不了的。但前几年我在国外的一些钻石财宝的公司打过工，学习了一些东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如果您相信我的话，就让我和我哥一把把镶嵌组做大。于毅最近几年把精力都放在了公司的融资上面了。虽然他是在镶嵌组挂了个名字，但是精力没有完全扑在这上面。你能有信心你哥跟你能够协力把镶嵌组发展起来吗？我知道您对我和我哥的这个组合心里还有一个问号，但是我们愿意全力以赴。钻石这2年在国内发展势头很好，镶嵌产品里头它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可是我们这几10年都是做的是素金产品，瑞华的立足主要是素金，镶嵌不是我们的擅长，所以在资源的配备上，我们没有像素金组这么多的给镶嵌组。短期内我们也不想做什么调整，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我知道，奶奶，这方面你不用担心。前段时间我在东南亚的阿斯特矿区签署了一份采购合同，您只需要把代理的收入归到我们镶嵌组，其他的预算我们可以按瑞华的一贯标准走。这个就是于毅说的那笔生意。对，没错。而且在产品和品牌重建方面，我们准备跟慈联的吴小慈合作。其他具体事项，我们等合作之后，我再仔细向你汇报。吴小慈这次回国，肯定有很多人想跟他合作。你们先把这个事儿谈定了吧？啊，一切都谈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好，我知道了。你没跟穆子云杠起来吧？哎，这事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真是胡来！你还有心情喝酒？哥，我不是当年那个10岁小孩了。我跟他吵一架，再把他的东西扔出家。我现在在奶奶面前啊，对他都很尊敬，啊。我呢，也顺便跟奶奶试了试水，把咱们的计划跟她说了一下。奶奶怎么说？还能说什么？就说等你跟吴小慈签订合约之后再跟他说。他只要没拒绝，那就还是有希望。所以，不该庆祝一下吗？你说？我跟你说啊，这种贸然的事情只此一次。我是什么风格你是知道的，没有把握的事我绝对不碰。哦。我再提醒你一下，穆子云的根基很深，不是轻轻易易的就可以扳倒的。嗯。这些年啊，穆子云一直在海外置产，明明中国市场势头很火呀，可瑞华的业绩让他弄得原地踏步啊！我就不信他一点漏洞都没有。这些都是小事儿。奶奶要的是跟他理念相一致的帮手，目的是为了求稳。在这个大局下，奶奶不可能轻易割掉自己的左膀右臂，除非
他看到动摇瑞华根本的证据。我们原地踏步，别人突飞猛进，求稳的结果那就是落后。如果现在再让穆子云这么混日子下去，那就是动摇瑞华的根本。再难我都要把他拿下。今天早上你就是险胜，最终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还得看吴小四。所以高会那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哥，看来你得陪我去趟攀岩馆了。首先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宾果消趣味攀岩联盟。然后我们这一次凡是获奖者均有机会获得半年的年卡。机会只有一次，我们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好，我看看。看一下啊。谢谢你。你们来啦？怎么样？第一场吗？我看你们攀岩馆今天还有活动啊，看起来挺有意思的。这难度系数可不低啊！在登顶的过程中，连续的3次抓手位置都要成一条直线，率先登顶者获胜。你这又是从哪儿弄的规则？我这是为你们攀岩增加点乐趣。这看似是宾果的游戏套路，其实是对你们智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好，你们俩，我去忙了。这个挑战我喜欢。怎么样，于直，敢不敢比比？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上一次你桌球赢了他，他肯定要找机会给你点颜色看看了。是这样，高小姐，如果我赢了你呢，我肯定会得罪你吧？如果我输给你，我不仅会得罪你，你还会鄙视我。这怎么看都是赔本买卖啊！这怎么能说是赔本的买卖呢？我大老远跑过来，你就这样扫我兴啊？要不这样，你呢就不要拒绝他了，你俩就赌一把，比一场，我来做裁判，保证公平公正，怎么样？这个主意好。哎，但是我先说好了啊，于直，你要是输给我了，你就得任我差遣一天，怎么样？敢不敢比？看来不得不比了。那这样，如果我赢了你的话，答应我一个条件。一言为定。上一次是我先走，这一次我不想再错过了。看来我去东南亚只为遇见你。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看一下。哦。你觉得哪有问题？是这儿可以再多一点吗？跟这儿。就是再对称一些，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在办公室这么卿卿我我的，也不避讳一下，当心被人投诉啊。周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哦，对了，高姐，我得跟你道歉。之前我说你不懂职场规则，看来是我错了。你不但很懂职场规则，而且比我懂得还要深刻，知道自己的直属上级能够给你比我更多的好处，是吧？你胡说什么？看来周总有些误会，没有关系，我可以陪高杰到董事会居总那儿去解释一下。办公室有摄像头，是误会，总能澄清的。啊，
我误会不误会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让其他的同事误会就好了。我还要开会，你们继续聊。司总，对不起，没想到我的事还牵连你了。不用放在心上，他不能把我怎么样。安心准备比赛。余光华在哪儿？哎，儿子，别激动，都是自己人，快松手，快松手。老于，你这次效率还挺高的。我以为会跟往常一样，陪你在酒店住个把星期。我亲儿子，我让他来，他能不来啊？你怎么这么无赖啊？啊，小伙子，老于不容易，真不容易。这么大年纪了，这么演，不也挺累的吗？好好数数。老于，我们不服别人，就服你。你不只有一个能善后的好老婆，这还有一个这么送钱慷慨的好儿子。呸！他穆子云叫什么好老婆啊？40、50岁一黄脸婆，从上到下看着哪点得劲儿啊？这次敢不管我，你们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能别丢人了吗？回家吧。哎，我先走了，回见回见。哎！这次从英国回来，准备在国内待多久啊？我还没想。等我呀，先把我日夜惦记的那些美食挨个的吃一遍以后再说吧。你看你，一说到美食，你脸上的表情，就跟在学校的时候一模一样。先喝茶吧，这儿的白茶很不错的，来尝尝。看来你很喜欢这个地方。要不我把它盘下来。少月，你这开什么玩笑呢？我没开玩笑啊，反正我回国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无非就是吃吃饭、会会友。有这么一间你喜欢的茶室，让你随时可以过来歇歇脚，那不挺好的吗？还是老样子，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脾气，一点都没变。我一点都没变，我还那样。哎，你呢？说说你吧。这些年，我在瑞华，在余家，算是如履薄冰。好不容易闯出一片天地，没想到现在又让那个混小子骑在我的头上。怎么会这样呢？慈恋，你知道吗？在国际上还算是个知名的珠宝设计师品牌。我的那个继子，打算和吴小慈联手合作。这分明是要夺我的权。之前我的外甥女高洁去参加匠心年度设计师大赛，吴小慈的女儿也在那儿。我为了不跟他们撞上，连比赛都没去看。高洁，以前我也听你说过的。我自己没有女儿，把她就当做亲生的看待。她和她妈妈一可有设计的天赋，可
可惜他妈妈。哎，说说我吧。好。我嫁进余家，不知道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现在我整天要跟在余光华后面收拾他的烂摊子。那个余直，一天到晚都觉得我欠他们家的，不管我做什么，他都觉得我居心叵测。现在看来，我是欠着他们家一条命。子瑜啊，我是个外人，有些话呢本来不当说，可是我听完你说的，我觉得你过得并不好。那个余华凭什么呀？啊，他欠了外债，让你来还。到了我这个年龄，有些事情就看开多了。喝茶。要我看啊，明显就是高洁设计不合理，没跟制作团队合作好，做坏了就是做坏了，还跑去跟评委纠缠，真有意思。就是，这简直是打我们凡思的脸。可不是嘛，那女孩一看就是摆高位啊。我早就说过了，没有那个真本事啊，削尖了脑袋挤进比赛，到最后仍然是个笑话。好了好了，别说了。有笑话别人的功夫，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以后这种没有营养的刻薄话，我不希望在公司里再听到。高姐，跟我过来。周总。哦，我们不懂制作工艺的比赛明星来了啊！坐。高姐，真的很难为你啊，连蜡板都做不好，还要去参加比赛，也是勇气可嘉。周总没必要这样嘲讽我。现场蜡板断裂，这影响的是整个凡思从设计到制作工艺的品牌形象。这蜡板是被人动过手脚的，公司难道不该帮员工一起查清真相吗？做了手脚，谁做的？为什么？按你这么讲，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都可以拿这个当借口了。高姐，我告诉你，不光是我这么说，连我们公司派去现场的师傅也说你对制作工艺的确不太了解，连自己人都这么讲，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周总，明天就是比赛最后的录制环节了，还得麻烦周总给高姐准备一下要参加比赛的鸽血红。鸽血红啊！这块红宝石可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才采购回来的。现在高洁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真的很不放心把鸽血红交到他的手里。我觉得还是不要浪费这么珍贵的红宝石了吧。周总，你别忘了，高洁是居总当初钦点的人选。比赛没到最后，谁输谁赢我们都不知道。但如果让居总知道是因为你没有给红宝石导致的高洁出局，那结果会怎么样？我相信你很清楚。思成，你最好不要用巨四影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的。我这个呢是为了大家考虑，公司尽全力支持高洁，无论输赢，那责任都是他自己。但如果传出来凡思连一颗红宝石都拿不出来，导致我们的选手在大赛失利的消息，那居总一定会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到时候你我都难辞其咎。好，司总说的有道理，考虑的的确比我周全。红宝石呢，
当然见。不过现在这颗红宝石在外地的分公司保管，我会安排人送回来，明天保证交到高杰的手里。OK？ 谢谢周总，谢谢司总。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联系一下。二位还有其他事情？那周总飞行。不错。我这都好几天没吃点好东西了，要不咱们先吃顿大餐再回去？哎，你们在这儿呢，你够精神的呀！你是我这是够精神的样吗？你是不是巴不得我快点死，霸占我的余家财产？疯狗吧你！说什么呢？还以为这是公司的穆总？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余家，你是我娶回的老婆。老婆就应该有老婆样，知道吗？什么叫老婆样？端茶倒水，生儿育女。你倒好，气走我儿子，到现在为止一男半女都没给我生下来。你现在充其量就是我们余家一看门的，懂吗？呀，怎么着？你想动手啊？来，打，使劲打！我儿子在这儿，你要想让他听听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就尽情的打，来。你傻呀！我打你干什么？你是我丈夫，我是你妻子，我们这么你打我，我打你的，对咱俩的夫妻感情有什么帮助吗？穆总的夫妻理念分析得很好啊。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你：费尽心思撬来的男人，过了这么10几年，感觉怎么样啊？不后悔吗？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我们老夫老妻的感情，你这个年轻人是理解不了的。穆总境界真是高啊，我是达不到。你是想用碎瓷片代替祖母绿的群香，缩短铸模的时间，这想法很好。可是小杰，你可不要小看这碎瓷片啊，镶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你公司的师傅们行吗？我跟他们都聊过了，应该问题不大。哦，那就好。哎呀，明天呀，我真想到现场看你比赛。可是你妈妈，没关系，外公，照顾妈妈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都长大了，你应该相信你的外孙女才对，我可以的。我相信，我相信。小姐，外公想祝福你2句话。比赛嘛，输赢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出了一件于心无愧的好作品。你要真能做到这点，外公和你妈妈就为你感到骄傲啊！
没人接，应该是在路上。高姐，今天你和我用的都是红宝石，你的质量应该不会差吧？否则我怕赢得太容易了。高姐，我女儿说话比较冲，别往心里去啊。期待你今天的表现。怎么一直没人接电话呀？会不会？来了。周总。啊。红宝石呢？实在不好意思啊，高姐，我的助理呢记错了我要宝石的时间，今天刚刚把宝石从外地运回来，好巧不巧，路上偏偏又遇上了堵车。这么重要的事情，哪个助理敢记错？说的就是，明天我就把他给开除了。但是我真的尽力了，老天不帮忙，我也没办法。啊，要不这样，我先进去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拖延一下时间，好不好？再想想别的办法。啊，别着急。司总，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可笑，没日没夜的画设计稿，改了几百张图，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参赛的机会，结果呢，遇上蜡板断裂，我想尽办法用设计来弥补工时，以为可以在决赛力挽狂澜，结果就连参赛的红宝石都没有，等于直接被宣告失败，还是因为自己人。高姐，一定要稳住，就是因为之前费了这么多的心力，眼下更不能放弃。没有红宝石，我现在就去跟我的珠宝商朋友打电话，看看能不能靠人情再借到一些。可是比赛一会儿就开始了，还来得及吗？一定可以。等我。那高洁啊，先姑且不论他的红宝石质素如何，就照刚才的情形来看，恐怕要开天窗了吧？这次的选手啊，也就高洁还算有点实力，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冠军非你莫属。吴小慈大师的女儿回国参赛，不拿冠军，这还像话吗？所以啊，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不用担心。真搞不懂，那高洁怎么就让你这么在意了？还是你心里觉得她比我优秀？哪里有？我吴小慈的女儿永远都是最棒的。好了，你赶紧去做准备吧。嗯。潘越，当年你输给我，现在你的女儿也注定会输给我的女儿。高洁选手，高洁选手，你先去休息室休息吧，我们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麻烦让我再多等一会儿，我比赛用的主食还没到呢。人家都是提前做好准备的，怎么你们凡思这么大的公司，送颗红宝石过来都会出岔子？你先走吧，我跟他聊一聊。别生事儿啊。嗯。怎么在等宝石啊？刚才你应该都听到了，我的指示被人放鸽子了，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你要什么样的红宝石？我帮你找。恐怕帮不了，我需要的是鸽血红，因为设计的原因需要特定的台面大小。即便你有，你愿意给我吗？放心，思成已经帮我去找了。好啊，又是那个男的。既然有英雄救美了，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刚才你应该都听到了，
我的指示被人放鸽子了，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你要什么样的红宝石？我帮你找。恐怕帮不了，我需要的是鸽血红，因为设计的原因需要特定的台面大小。即便你有，你愿意给我吗？放心，思成已经帮我去找了。好啊，又是这个男的。既然有英雄救美了，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您那边红宝石还有什么？对，给我准备出来。嗯，对，对，麻烦你快一点。好，好，谢谢啊。你干嘛去？我去帮高姐找颗主石。你是不是疯了？你没听其他选手议论吗？说高杰是高会夺冠最大的劲敌。你去帮他，你是为高会夺冠制造麻烦，也是在为你自己制造麻烦。那起码要让高杰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现在是高杰有难你帮他，如果是其他的选手呢？你会跟我说所谓的公平吗？我知道，你在意高杰，可是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绝对不把个人感情带到工作中来。我们筹谋了这么久，包括那颗你千辛万苦得到的红宝石，不都是为了帮助高会吗？我们跟慈恋合作，就是看中吴小慈母女的实力。如果高慧连自己夺冠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么未来她凭什么帮我们跟木子林斗？玉池，只有这些吗？小于总，您要的太急了，我已经把能调来的全部都调来了，只有这些小宝石。那行，这些。哎呦，对，你还得帮我一个忙，我可能不方便出面，你帮我送一下。行，没问题。那辛苦了。没事。思成，时间实在紧迫，我这里只有这些小宝石，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糟了，快来不及了。大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和观众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司总，拜托了，你一定要赶回来。高小姐，你是？高姐你好，这是给您参加比赛用的红宝石，虽然尺寸还有些差距，但是质量非常好。是司总安排的吧？谢谢，谢谢。高姐，司总，
红宝石到了。这宝石不能用啊！整个主石的设计尺寸那是不能动的。这些宝石，配不上什么用处啊！是啊，宝石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定会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上了机器啊，我们镶嵌好了，开天窗啊，这不像是作画，画上几笔就完事儿了。请各位选手和制作团队做好准备，等一下要上机器做最后的镶嵌。开天窗，贴两笔。珐琅，你们会珐琅工艺吗？用珐琅着色，点缀宝石，那就可以弥补尺寸上的缺陷。林场去弄珐琅？谁会啊？反正我不会。得了，别耽误时间了。你这有本事，你来做。这要么蜡板断了，要么临时做珐琅。我看你是故意的吧？这个我也做不了。师傅，师傅。小杰，外公，你怎么来了？我来帮你呀。他们不是走了吗？外公帮你。但是妈妈怎么办？你放心，我都安顿好了。今天是我外孙女重要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给你加油呢？况且呀，你外公这个老匠人，别的没有，要说是传统工艺。我还不服他们。各位评委们，我可以申请一下换配合制作团队吗？李老师，您觉得？李老师，给他一次机会吧。团队人数不变，比赛开始之前可以换人。谢谢，谢谢老师。外公，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好，小杰啊，还记着我嘱咐你的话，这东西好坏，不在堆上了多少价格，而在背后啊，你付出了多少情感，这才是真正的价值。今天咱们爷孙俩合作一把，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丢了匠人的精气神。我知道了。来，上阵吧。时间有限，不过你别紧张。我做了几十年的珠宝首饰，这是我最满意的作品。谢谢你，外公。哎呀，时间太长，我得赶紧回去了，赶紧回去接你妈妈呀。哦。外公看好你，你也要有自信，能赢。那我们就回家庆功。嗯。怎么还送我去啊？
我是扎心啊，连供应商都说了，小于一种豪气，把我订的所有红宝石全部都送给别人了。我做过亏本生意吗？是，你以前是没做过，那不代表以后没有啊。哎，抱歉，路上堵车了，没来及赶过来。你先吃点东西吧。比赛是一个拼时间更拼体力的工作。司总，我要谢谢你派人送过来的红宝石，虽然没有大颗的主石，但是有了这些小颗的红宝石，我有信心可以用设计来弥补这个问题。我派的人。总之，谢谢你的帮忙。各位选手，我们的休息时间已经结束了，请大家上台，我们宣布最终结果。好了，谢谢你的外卖，我要继续回去镶嵌了，回头再细说。行，见好比赛吧。嗯。有请5位选手上场。我们有请评委上台检验成品。还不错啊。典雅大气，浑然天成。就如设计者说的，这是一颗王者之心，每个细节都彰显了它的主题。确实不错。到目前为止，令我最满意的是高贵的作品。你送的那个红宝石是点睛之笔啊！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一款作品。这款尘世之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非常不容易啊！还有，它全部用瓷片代替了祖母绿群香，用珐琅装饰来弥补主石的尺寸，最终的完成度极高，不错，确实不错啊！对，我和你的看法一致。虽然没有璀璨的主石，但是运用小的红宝石，再以珐琅点缀，也能创造出光彩夺目的作品。这恐怕就是我们作为设计师最后的真谛，不断的用奇思妙想来化腐朽为神奇。说得好。这幅，这个，那咱们到下边去讨论一下。好好，请。没事没事。我觉得冠军人选非高慧莫属。我觉得吧，他这个有点中规中矩，高洁的这个还是有创意的，有智慧在里面，有思想，有灵魂。沈老师，高洁的作品和成品，它的和设计稿呢出入太大了，根本不符合比赛的原则。沈老师，那么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就这么决定。服从吧，我持保留意见。让大家久等了。通过评委们的充分讨论，对于最终的冠军人选已经有了一致决议。下面让我们有请林老师为我们宣布最后结果。
它的设计充满了智慧和生命力，从设计到成品都非常出色，充分展示了一位设计师的创作技巧，对材料融会贯通的驾驭能力，以及在工艺上理解和领悟力。听林老师的评论，怎么像是说高洁的作品？他今天表现确实很不错。我现在宣布，冠军得主是高慧。在下面宣布各个单项奖之前呢，我要先宣布一件事情。高洁选手的作品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这件作品设计今年不会是双冠军吧？构思独特，而且应该不会，有吴小慈老师件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可惜，比赛规则要求每一位参赛的选手从设计到蜡板完成成品都要保持一致。高洁选手的作品到成品时与设计稿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按照规则，他的作品不能参加总分的计分，故而也就失去了参加评分的资格。对此结果，评委们都非常的惋惜，但是也只能尊重比赛的规则。林老师，我可以解释的。不必了，高洁，你对评委们的意见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比赛就是比赛，希望你保持一位设计师的尊严，坦然地接受吧。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下面我们有请高慧小姐上台领奖。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住。表现的已经很好。在领奖之前，我想邀请一个人上来和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东南亚雨林中为我找到了红宝石，为我的作品带来了一颗无与伦比的心。于直，流得太无力，难道没有雨滴，原因都已多余？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了，才是谁想要的结局？原来我还爱你，才是我的真心。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只好躲避下去。原来我还爱你，才会带上假意，默默祈祷你识破这面具。外公要是知道我最后还是输了，一定会很失望吧。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没关系。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
是谁想要的结局。小杰，小杰回来啦！小杰，小杰，冠军！小杰回来了。冠军，怎么样？对不起啊，我没当上冠军，让你们失望了。你说什么呢？忘了外公嘱咐你的话了。输赢不重要，名次更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能够做出一件于心无愧的好作品。外公看见了，你做到这点了，所以你在外公心里，在你妈妈心里就是第1名，就是冠军。小杰就是冠军，冠军。小杰啊，你年轻，以后啊机会多了，不能因为一个小的失败就失去信心呐。啊！谢谢外公，谢谢妈妈，我爱你们。我们也爱你。爱小杰。来，高姐，你自己看一下，做的什么好事？真是太棒了。樊思选派高洁参赛，无理取闹纠缠评委，恶意伤人致评委会主席跌落智商。周总，你怎么还能有勇气把它读出来呢？我真的太佩服你了，高姐。你看起来这么文静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吃相这么难看呢？输了比赛也就算了，还闹出这么大的负面消息。我没有推过林老师，这上面写的根本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吗？那为什么网络上现在骂你的声音铺天盖地，比捧冠军的还要多？还是你觉得自己夺冠无望，故意用这种方法来搏出位啊？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网络上这些留言我也看了，这个事情很奇怪，就像你说的，一个输掉比赛的选手，居然比冠军博取的消息都要多，那很显然有人在背后恶意炒作。思成，你不要又想包庇高洁，她捅娄子已经不是1次2次的事情了，啊，了解的知道她是你的下属，不了解的还以为你们2个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周迪，我麻烦你嘴巴放干净一点。我嘴巴一直都很干净，倒是你们2个要把关系处理得更干净一些，没必要这么激动嘛。还是你们做贼心虚啊？你，哎，无所谓了。今天我代表公司正式宣布一下，高洁，你被开除了。什么？没听清楚吗？你被开除了。你开什么玩笑？樊思一向作风严谨，怎么能在不查清楚真相的情况下随便开除员工？还是说你开除高洁不光能除掉你的眼中钉，还能掩盖掉你故意拖欠红宝石的事实，给居总一个交代？该给居总交代的人是你，思成。当初要不是你力保高洁参赛，也不至于闹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输掉比赛是无能，输不起又找别人的麻烦，那就是无耻了。无能无耻2样加到一起，还不够开除吗？而且居总对我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的异议。你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直接去找居总，或者你可以陪着高洁一起研究辞职。第一，司总，别说了。好，我走。我会自己去证明那些无端的指控都是子虚乌有。周迪，公司有你这样无能无耻的小人，才是真正的悲哀。
喏，听到了吗？这就是你力推的明日之星啊！说我无能无耻，就是这么随意诋毁别人吗？哎，真是鼠蛇一我，一丘之貉，狼狈为奸，狼狈为奸。慧慧，你真是妈妈的骄傲。决赛上的作品让在场的每个人心服口服。可是现在网上关于高洁的消息比我都多，她都要比我出名了。那都是些负面的消息，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只要在专业上精益求精，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管。妈妈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成为你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难道网上那些说高洁推林老师的恶意新闻是你安排的？哎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安心做你的冠军就好啦。这冠军本来就应该是我拿，这种业余到一比赛就怯场的人，凭什么跟我争啊？妈，我也是不懂你啊，明明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虾米，你对他居然防范成这样，我觉得你是不是太谨慎了？你就别问啦，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妈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那个高洁根本就不配和你比。我去吧。吴老师您好。高洁，今天真的是冒昧打扰了，我来是想求您帮我做个证。林老师发生意外的时候，您也在场，真的是不关我的事啊。我也是刚刚在网上看到了这些消息，的确是有点过分。不过你放心，我会帮你的。不过你也不要因为被骂了几句就气馁了。一个设计师是要经得起别人的批评的。谢谢你，吴老师。虽然比赛的时候你跟我女儿是竞争对手，但是作为你的前辈，我还是看好你的潜质的，不会让一个有才华的设计师就此埋没。能遇到您这样的老师，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今天打扰了，先走了。高洁，怎么不去跟人家庆功啊？因为我想见你啊。我是手下败将，没什么好看的。高洁，可不可以每次我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包得像刺猬一样？何必这样呢？我只是看你心情不好，想要专程过来陪你一下。谢谢关心，我很好。我只是需要一点空间，自己一个人冷静下。我听说你跟林老师的事情了，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让我帮你吧。刘岩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呀。啊？帮我？你要怎么帮我啊？像帮高慧一样送我红宝石吗？高洁，你现在到底是生我气还是吃醋？你想多了，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你冒险在东南亚为他找红宝石，帮他最终夺冠，这份沉甸甸的心意，恐怕不方便再分给其他人吧。你果然是误会了，我跟高慧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不用跟我说了，反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关系，也不需要什么承诺，各有各的自由，也各有各的选择。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意呢？我不需要懂。好，那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那我是不是你第一选择？当然不是。奶奶，这是慈恋和瑞华的合作合同，所有的细节我们两个都已经细细的研究过，最大的程度保证了瑞华的利益。
您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签约。还行吧，你们两个要继续保持下去，不能因为这一点点小小的成绩，就开始得意忘形起来。行了，奶奶，别嘴上说的保留，你脸上的笑意已经出卖你了，心里肯定在夸我们俩了吧？干得漂亮！行了，于植啊，明天来瑞华上班吧。来上班啊？那发不发工资呢？我会剥削你啊！那发多少总得有个数吧？我这平常开销也不小，你说这要是少了的话，这万一给我饿着了，怎么给公司创造利益啊？我不是答应过你的吗？我会赖账啊！于毅是镶嵌部的总经理，又是财务总监，你呢刚来瑞华，不能空投太高的位置，你就当镶嵌部的副总经理吧。好吧，怎么来说也算个总嘛。好。哎，奶奶，慈恋跟瑞华的合作，照道理我们得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才显得正式。不如那一天我们顺便宣布我们的人事任命，来一个双喜临门，这样的话也能显示出我们对于做镶嵌类珠宝的执着和决心。如果您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去安排了。你是都计划好了，就等着我点头了是吧？没有，我就是多花了小小的一点心思而已。行啊，按照你说的办。好。你怎么在这儿？穆总应该已经知道，我跟慈恋已经签下合作协议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同事了，还希望穆总多多关照啊。你们年轻人有要做事业的热情，你当然应该是帮忙的了。奶奶也说了，你还有余毅，资历还浅，要来管理瑞华的未来的话，恐怕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是吗？可穆总从一开始走到现在，不就是靠的年轻吗？怎么现在自诩为前辈，我还有点不适应啊。年龄并不代表实力。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管理瑞华的一个部门了。所以于植啊，你还有好多东西要学呢。哎，可你现在还是掌管一个部门啊，可见你的年龄增长，实力并没有增长。电子邀请函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明天呢，是我跟慈恋的新闻合作发布会，希望穆总赏脸，也是董事长的意思。那是当然了。于植，我给你提个醒啊，别忘了你之前说过的，不会因为个人的事情影响到公事。另外，想请问一下吴老师，对于这次有选手纠缠评委的事，您怎么看呢？现在的年轻选手，他们急于求胜的心态，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也年轻过，但是我觉得他的努力用错了方向。你放心，以后他的事儿我不会管。好，我就等你这句话。无论是事业伙伴还是你的哥哥，我都希望你记住今天的话：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有你这么身体力行的哥，我怎么也得学个7、8成吧。估计单身这个龙板凳，我是坐穿了。嘲笑我，嘲笑我孤家寡人，哪敢啊！看来吴老师对于这件事很痛心疾首呀。是，舒怡呢，最后还是带伤参加了最终决赛的评审。那么现在呢，她病情恶化，已经卧床休息了。其实舒怡老师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她是真心想选出我们业内优秀的新人。
没想到最后无端端的受了连累，我真的很心疼他。他怎么会这么说？吴老师是在骗我。吴老师，请问您对本次瑞华和慈恋的合作有什么感想呢？我非常的期待。其实呢，我们之前排查了很多其他的公司，最后还是选中了瑞华。我希望这一次我们2家公司可以碰撞出火花。这次由你女儿担当主设计。吴小慈，你自以为风光，也不过是被2个毛头小子当枪使，又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很期待这次能设计出更好的作品。那么吴老师，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一家国内本土的公司合作呢？穆总来这么早啊，真是不胜荣幸啊。发布会弄得不错呀。能从穆总口中得到夸奖，看来是真的不错。可是你不要太得意了，挑选合作对象的眼光最重要，我怕你将来就会笑不出来。哦，那我们拭目以待吧。你先忙。你好，请问邀请函呢？你好，我找吴小慈女士有急事，能不能通融一下？不好意思，没有邀请函，不能放您进去。不是，我特别着急。他是我请来的客人，也需要邀请函吗？来，小姐，你赛事情我都知道，怎么会弄得那么狼狈啊？表姨，吴小慈在访问里说的都是谎话。她跟我说亲眼看到林老师自己摔下楼的，而且她明明答应了我会替我作证，结果却落井下石。你怎么能够相信吴小慈呢？他只会害你，他是不会帮你的。为什么？难道是因为高慧是我的竞争对手，所以故意要陷害我吗？他是珠宝界的大师，名誉地位什么都有，需要用这种手段打击新人吗？我一定要去问清楚。哎，你别去，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爸爸。什么？我爸爸？吴小慈，她现在的丈夫是你爸爸。我爸爸不是去世了吗？那是你外公骗你的，他不想让你知道大人的这些恩怨纷争，只是想让你快乐、平安的成长。不可能。我知道，现在让你承受这些是太难了。可是我想告诉你，就是想让你知道，人世间的关系它是很复杂的。就算你没有害人心，那也难保别人不害你啊。因为你父亲吴小慈母女跟你根本就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爸爸抛弃了我和妈，跟吴小慈在一起。那高慧呢？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她们母女俩永远都不可能跟你成为一家人。他们对你的恨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
有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没有爸爸，从小就特别羡慕别的同学都有爸爸。可是现在，我知道我的爸爸还在，可是他这么多年却抛弃了我和妈妈，还成了吴小慈的老公。我只是不明白，我和妈妈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要这么对我们？同样都是他女儿，他只在乎高慧吗？为什么我长这么大，他都没有来看过我一次？